precise, tactical, aware. The hunter. The striker. Kennard Delta Wing Design. The Soaring 4.5 Gen. Only roll. All weather capable.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啊，咱们就来好好唠唠咱们中国空军的蒸汽机歼10。这飞机啊，最近在国际上那可是火得一塌糊涂啊，那叫一个扬眉吐气啊。话说前阵子啊，马来西亚不是搞了个兰卡威国际海事与航空展嘛？哎呦，这个航展说白了就是个武器大集市，各国啊都把自己压箱底的宝贝都拿出来溜溜，那看看谁能卖个好价格。这次航展啊，阔别多年的老朋友俄罗斯也来了，带着苏30、苏35这些老家伙来撑场面。不过要我说啊，这次最抢眼的还是得咱中国的歼10C 啊。先说说俄罗斯，这次啊，他们可是卯足了劲儿啊，飞机、导弹啥的都往外搬啊，那恨不得把这个家底都亮出来啊。为啥这么卖力啊？一方面，他们想告诉大家，他们的武器在乌克兰战场上那可是身经百战啊，那质量是绝对杠杠的呀。另外一方面啊，也想趁机啊拉拢东南亚的客户，毕竟啊这些年西方国家可没少往这儿挖墙脚啊。不过啊，这个俄罗斯现在也是有点难言之隐啊。你想啊，这个打仗烧钱呀，而且西方的制裁也让俄罗斯的电子设备生产受到了影响。更重要的是啊，他们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啊，有些武器装备的表现并不像宣传的那么神勇，这让一些潜在买家心里就犯嘀咕。这不，中国的机会就来了，巴基斯坦那边啊，用咱们的歼10C啊，在空战中一举击落了多架敌机啊，而且自己是毫发无伤。这消息一出，可把那些西方媒体啊给惊到了啊，彻底就粉碎了他们对中国战机缺乏实战经验的偏见。甚至有巴基斯坦的军方官员都说了啊，那次空战将载入教科书。哎呦喂，这下啊，看谁还敢说咱们的飞机不行。咱们的猛龙啊，那可是真刀真枪啊，在战场上是证明了自己的。要说这歼10C啊能火遍全球，那可不是吹的啊，咱得说说它的3大优势。这第一啊，就是性价比高啊。法国的阵风战机啊，那可是出了名的贵，单价都快2亿美元了。而性能差不多的歼10C啊，价格更有竞争力，而且咱们中国还能提供灵活的配套方案。哎呦，这叫一个贴心呀！这第二呢，实战验证。歼10C的实战表现啊，打破了西方对中国武器的刻板印象，证明了它的可靠性。这下谁想买，可就心里有底儿了。这第三呢，体系化出口。中国呢，不仅能提供先进的战机，还能配套预警机、什么数据链、机载武器等等，帮助这个客户国家构建完整的信息化作战体系。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这一次带来了10多架飞机的模型啊，看，在我身边是歼10CE、FC31，后面有运20、运9E，那一侧还有直升机系列啊，直9ME 和直10ME，这儿枭龙战斗机，还有猎鹰教练机。这一侧呢还有无人机装备，那你看这么多的装备，其实上是涵盖了像空中作战、战略投送、海上攻防，还有无人作战这么多的领域。用这些装备来诠释 Power on Air 制胜空天这个主题呢，真的是恰如其分。而且啊，咱们中国在出口武器的时候啊，那不像有些国家啊附加一大堆的政治条件，咱们呀更注重的是合作共赢。所以说，这个歼10系列战机的成功啊，不光体现在技术突破上，这更厉害的是啊，它正在重塑国际军贸市场上的格局，它给全世界的武器采购提供了新的、更好的选择。在兰卡威航展上啊，咱们的歼10C那真是成了流量担当啊，好多外国观众啊都围着它各种拍照打卡，就像明星一样啊排队合影。就连马来西亚的第一副总理扎西德都亲自跑来咱们的展台啊，听咱们介绍这款宝贝疙瘩。So just now you have already seen the Chinese歼10C. What's your impression of Chinese flight? It's very advanced, and I think and some of the product is no longer produced by the previous
country, but now Chinese government is inventing new avenue, and congratulations for being able to produce such high technology military equipment and products. 还有马来西亚的军事专家也说了，说他们的公司啊只和中国合作。其实之前啊，这个马来西亚还不太看得上咱们的歼十，觉得中国的武器装备啊比较落后。但是现在呢，他们可是主动跑来了橄榄枝啊，这甚至啊还想跟咱们合作，在马来西亚建生产线。Nice. 当然啊，咱们还得说咱们的头号粉丝巴基斯坦，他们可是第一个大规模采购歼十 C 的国家，那一下子就买了36架，总理啊都亲自去参加了接装仪式。而且最近的实战表现也让他们对这个歼十 C 更加的信心十足啊，甚至可能考虑继续增购。除了巴铁，最近也有不少消息传来，说这个埃及也对歼十 C 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还有非洲的苏丹，也有媒体报道说他们正在积极考虑采购咱们的歼十 C， 甚至可能今年就会收到第一批了。还有这个中美啦、拉美的一些国家，像这个沙特阿拉伯啦、阿联酋啊这样的中东土豪们啊，也都在关注着咱们的歼十 C。那这个客户名单呢，真是越来越长啊。不过啊，就在全世界都认可歼十 C 实力的时候，这个俄国专家就跳出来唱反调了，发了篇文章，这标题就够劲爆。阵风也能撕掉歼十 C 的翅膀，这是要干啥？给阵风找场子呗。要说这事儿还是得从印度有6架飞机被击落这事儿说起。而且当时这个巴基斯坦那边是0伤亡。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被击落的6架飞机里竟然有3架是印度引以为傲的阵风战机。这下印度可傻眼了这就算是停火了，这印度还在那边拼命的想证明自己赢了。但是你不管怎么说都改变不了巴基斯坦6-0完胜的事实。俄罗斯人就说这阵风是被50-60枚甚至100枚霹雳15导弹给群殴了，寡不敌众才被打下来了。What？ 这话听着好像是有点道理，但是巴基斯坦公布的视频可不是这么说的。这视频里明明白白的显示至少有1架阵风是在近距离肉搏战中被巴基斯坦的战机单挑干掉的，还有1架是被霹雳15导弹在180公里外直接点名的。那这俄罗斯人咋就看不见呢？这俄罗斯和法国其实都是卖军火的大佬现在看到中国的军工越来越厉害，那心里肯定不是滋味首先，俄罗斯专家非要把阵风和中国的歼十 C 放在一起比，这根本就没法比这俄罗斯人说，阵风在北约演习中锁定过美国 F-35战机，没错，是有这么回事儿，但是那是特殊版本的阵风，是装了特别厉害的电子战系统。但是这个印度买的这是普通版本根本就没这功能而且这次空战中，印度空军的主力战机1架俄罗斯产的苏30 MKI 也被打下来了，这让俄罗斯就更没面子了，所以他们就要找个理由证明自己的战机还是靠谱的。俄罗斯人就说了，肯定不是被这个歼十 C 一发导弹就给打下来了，歼十不可能完全碾压俄罗斯和法国的战机。俄罗斯有个专家瓦西里卡申他说了一句大实话，他说俄罗斯的军工体系存在系统性认知偏差，这说白了就是眼高手低。他还说俄罗斯用高超音速的导弹打小目标，是因为对这个信息化战争理解不够。但是当有人问他你为啥不买中国的装备时他的回答就有点装了他说，第一这个技术合作太丢人了，影响民族的自尊心。第二呢，联合研发没信任基础，官僚主义作祟。还有第三呢，中俄装备的标准不一样，有认知鸿沟。哎呦喂，这都啥年代了，还搞这些面子工程那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这装备都快被打光了士兵们都得拆冰箱芯片来修坦克了。克里姆林宫还在讨论进口中国装备，是不是有损大国尊严？你说这事儿闹的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军工它已经崛起了，法国阵风卖给埃及的订单因为这个中国的歼十 C 的出现也被砍掉了40%。俄罗斯原本垄断的东南亚市场也被中国的骁龙3和歼十 SE 给抢走了。就像卡申说的那样我们还没准备好接受主要装备外包给中国，这军火市场说白了就是拼口碑的印度这次当了冤大头，也是给全世界提了个醒买装备你不能只看广告，得看疗效阵风被打下来3次，潜在客户心里肯定是打鼓的。但是俄罗斯战机的口碑崩盘更彻底。
苏30 MK 啊，连巴基斯坦的老式 F-16都没打过。那现在最尴尬的就是那些同时买了俄罗斯和法国战机的国家，以后军购合同里的排除中泄条款估计会越来越少，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呀。其实印度国内也有很多人质疑阵风战机，他们就是说这个阵风是不是吹得太厉害了，怎么实战表现这么差呀？相比之下，中国的歼十 C 就显得性价比特别高了，不仅性能好，价格还便宜。所以印度网友就问了，那你为啥不直接买这个歼十 C 呢？干嘛要花这么多钱买阵风？说到底哪款战机更厉害光靠数据是没用的，那还是得看实战表现呀。你觉得呢？反正歼十 C它确实是实实在在的记录了3架阵风。过去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造这个先进战机，现在呢，咱们中国也能造，而且造的也不比他们差。当然了，咱们也不能骄傲自满，毕竟这个美国在军贸市场上还是有着很强的实力。但是我相信随着咱们中国军工技术的不断进步咱们的武器装备会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受欢迎。歼十的成功它不仅是一款战斗机的成功，更是中国军工的崛起。所以咱们要为那些默默奉献的中国军工科研人员点赞，因为是他们的辛勤付出才让咱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不过不管怎么说，和平才是最重要的，我还是希望世界和平，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